黑白通吃的老大被一群人围殴，混混们不断用头盔砸着车窗，司机下车蹬飞一个，可双拳难敌四手，司机很快招架不住，被一群年轻人打倒在地。兵哥在车里用毛巾缠住拳锋，一拳打出，将车窗连带着混混的鼻梁一起打断，走下车一拳一个。兵哥的江湖地位就是他一拳拳打出来的，这样的场面他见多了，可兵哥能打3个5个，打得过10个20个吗？何况混混们还带了铁锹。你是很牛逼吗？我能带皇冠！兵哥被按在引擎盖上疯狂输出，车里的巧巧吓坏了。可这样的场面，他哪里帮得上忙？终于，他想到了枪，虽然自己也很怕开枪，可为了兵哥，他只能拼了。巧巧拉上枪栓，下车就是一枪。混混们老实了，巧巧将混混们逼退，转过身。这2枪救下了兵哥，但兵哥的江湖地位也随着火药的硝烟彻底散去。巧巧在审讯室中一口咬定枪是自己捡来的，与兵哥没关系。他因非法持枪获刑5年，兵哥只被判了打架斗殴，获刑1年。监狱里的时光平淡如水，唯一值得记住的事只有2件，一件是5年来唯一一个探监的朋友，另一件是换监。车上的巧巧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，期待能看到兵哥的身影。这5年，兵哥就像人间蒸发，从未来看过巧巧。5年的时间一晃而过，2006年，巧巧出狱，他穿着鹅黄的短衫，坐船途经三峡大坝，来到奉节。他听说兵哥和林家栋在奉节做生意，也许是监狱中待得太久，门一开，巧巧就条件反射地站起身，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出狱，又落寞地坐下。与他同船的是一名吃饭都要祷告的大妈，看样子是一名虔诚的信徒。他出去打给林家栋，打听兵哥的消息，得到的却是不知道。等他打完电话回舱，才发现自己的钱包被偷了。这年头，信教的也开始违法乱纪了。巧巧无助又颓然，偌大个奉节，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。夜晚很快过去，巧巧还是没能找回自己的钱包，只能下了船，跟随人流走上大街，在集市上找到了小偷。看到巧巧，女人一脸懵逼，随后便想了起来，将身份证还给他。至于钱，早就花光了。三峡两岸曾经住满了人，随着水位上涨，这里早已人去楼空。就像巧巧的心情，他为兵哥蹲了5年的牢，可如今才明白自己就是一个笑话。他找到潮州商会，这是当年的小弟林家栋的产业，挥挥手，前台并没注意到他在敲门，最终变成砸门。前台终于听到动静，抬起了头，不耐烦地走到门口，知道巧巧来找林家栋后，便进门通报。